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真正难熬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你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，而是你明明有光，却不能发光；你明明看得很清楚，却不能说破；你明明知道事情不对，却不能立刻反抗。有些时候，你的才华不是没有人看见，而是看见的人不希望你被看见；你的正直不是没有价值，而是刚好站在一个不适合讲真话的环境里；你的清醒不是错，而是当周围的人都选择装睡时，清醒的人反而最危险。这就是易经第36卦地火明夷。明夷卦上卦是坤地，下卦是离火。离为火，代表光明、智慧、文明、清楚，看见真相；坤为地，代表厚重、包覆、隐藏、承受。火本来应该向上照耀，现在却被厚厚的大地压在下面，光明被遮蔽，智慧被埋没，真相不能公开，才华不能伸展。所以明夷不是没有光，而是光受伤了；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能力暂时不能外露；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所在的局势不允许你太亮。明夷卦的卦辞说：明夷，利坚贞。这5个字非常重要。明夷就是光明受伤，光明被伤害，光明被黑暗压住；利坚贞就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要守住正道，但不是用硬碰硬的方式守，而是用忍耐、隐藏、低调、保命、等待时机的方式守。这一卦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以为正义就一定要立刻站出来，真话就一定要马上讲出来，是非就一定要当场分清楚。可是易经告诉我们，明夷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自己多勇敢，而是先让自己的光不要被彻底熄灭。有些局你看穿了，但不能讲破；有些人你知道他有问题，但不能正面冲撞；有些公司你知道制度不公平，但你还没有离开的条件；有些家庭关系你知道对方情绪勒索，但你还没有足够力量切割；有些合作你知道对方不厚道，但合约还没结束，你只能先保留证据，稳住局面。这不是懦弱，这叫做明夷之道。大象传说：明入地中，明夷，君子以利众，用晦而明。光明进入地中，这就是明夷。君子治理众人时，要懂得用晦而明。这句话非常深。用晦而明，不是叫你变黑暗，不是叫你同流合污，而是叫你在黑暗的环境里，不要把自己的光全部暴露出来。真正的明不一定是外在很亮，真正的明是内心清楚，外在却懂得收敛。有些人一有想法就急着表现，一看见问题就急着纠正，一遇到不公就立刻硬碰硬。这种人有光，但不懂得保护光，结果还没有真正改变局势，自己先被排挤、被针对、被消耗、被孤立。明夷卦要教我们的不是放弃光明，而是保存光明；不是放弃原则，而是让原则活下来；不是叫你永远忍耐，而是叫你在黑暗还没有过去之前，不要把自己变成第一个被打掉的目标。所以这一卦最核心的主题，就是在黑暗中保护自己的光。人生一定会遇到明夷的时刻，你可能在职场遇到一个不讲理的主管，他不在乎能力，只在乎服从；你可能在团队里看到问题，却发现讲真话的人反而被说成难搞；你可能在感情里明明受伤，却还要先稳住自己，不能让对方抓住你的情绪弱点；你可能在家庭里看清楚某些人的控制与偏见，但你暂时还没有能力完全离开；你也可能在人生低潮中，觉得自己的才华、努力、善意都被世界埋住了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问为什么没有人懂我，而是问我要如何让自己的光不被这段黑暗吞掉。明夷卦的初九爻说：明夷于飞，垂其翼，君子于行，3日不食，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这一爻讲的是光明刚开始受伤，就像鸟在飞行时翅膀下垂，已经不能自由高飞。
君子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离开，甚至3日不食，也要忍受艰难前行。可是他要去的地方，主人还会有怨言。这很像人生中你刚刚察觉环境不对的时候，你发现公司气氛开始变了，主管开始针对你，同事开始传话，制度开始不公平。你想走，但还没准备好；你想退，但别人还会说你不负责任；你想离开一段关系，但对方会指责你冷血；你想拒绝某个局，别人会说你不合群。初九告诉我们，当你发现光明开始受伤，第一件事不是硬撑，而是先降低高度，保护翅膀。鸟的翅膀已经受伤，还要逞强飞得更高，只会摔得更重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建议你先观察，不要急着辩解，先减少暴露，不要把所有想法都讲出来，先保存体力，不要在情绪上跟人硬拼。你可以开始准备退路，整理资料，存钱，建立外部资源，寻找新的机会。别人的抱怨不一定代表你错，有时只是因为你的离开会破坏他们原本控制你的方式。六二爻说，明夷，夷于左骨，用整马壮，吉。这一爻说，光明受伤，伤在左腿，但还没有伤到核心。这时如果有强壮的马来救援，就能得到吉祥。这表示当黑暗来临时，你可能已经受伤了，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行动力。你可能在职场被打压，但还有专业能力；你可能在感情里受挫，但还有朋友支持；你可能财务压力很大，但还有一点储蓄；你可能心很累，但还没有完全崩溃。这一爻的重点是，不要等到完全倒下才求救。很多人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受伤了还硬撑，明明腿已经受伤，还假装自己没事；明明环境已经不对，还想靠意志力撑过去；明明身心已经快垮了，还怕麻烦别人。可是六二告诉我们，这时候要用整马壮，要借助外力，而且要借助强而有力的外力。如果你在职场被压迫，不要只在心里委屈，要开始找可信任的前辈、朋友、法律或人资源。如果你在感情中被消耗，不要只想靠自己忍耐，要找能客观分析的人讨论。如果你在创业或财务上遇到困难，不要拖到无法收拾才求助，要提早寻找专业意见。明夷的世界里，孤军奋战很危险。你要知道谁是你的马，谁可以带你离开泥淖，谁能在你受伤时扶你一把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永远不求人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求救。九三爻说，明夷于难受，得其大手，不可极真。这一爻很有力量。南方是光明之地，狩猎代表行动，得其大手代表抓到了黑暗势力的关键人物或核心问题。但是后面又说，不可极真，不能太急，不能急着完成正义。这很像当你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源，你发现公司真正的问题不是某个同事，而是上面的决策错误。你发现家庭冲突真正的根源不是某一次争吵，而是长期不健康的控制模式。你发现感情问题不是一句话没讲好，而是对方根本没有尊重你的界限。你发现人生卡住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方向选错了。93代表你已经看见核心问题，也有力量出手处理。但是易经提醒你，不可急真。就算你看对了，也不能急。就算你抓到重点，也不能立刻把所有事情掀开。因为在明夷的局势里，真相刚出现时，环境未必能承受真相。这一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当你看见问题核心，要制定策略，不要只靠情绪冲刺。你可以搜集证据，但不要急着摊牌。你可以准备转职，但不要还没找到下一步就翻脸。你可以看清一段关系的问题，但不要在最情绪化的时候做最激烈的决定。你可以想改革，但要知道改革需要时机、盟友、资源与节奏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发现问题就大喊大叫，而是能在最清醒的时候保持冷静，在最有把握的时候仍然不轻敌。64爻说，入于左腹，或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。这一爻是深入黑暗的内部，进入左腹，看到明夷之心，知道黑暗真正的想法，然后离开门庭。
这代表你已经不是只看到表面问题，而是看见一个人、一个团体、一个局势内在真正的动机。你突然明白，原来对方不是不懂，他是故意不改；原来他不是情绪不好，他是用情绪控制你；原来那个环境不是暂时混乱，而是从核心价值就已经歪掉；原来你一直想沟通的对象，其实根本没有想和你一起解决问题。6-4最重要的动作是出门停，看清楚之后要离开。很多人卡在人生黑暗里，不是因为看不懂，而是因为看懂了还不走。你明知道这个人不会尊重你，还期待他有一天醒悟；你明知道这家公司只会消耗你，还期待主管突然良心发现；你明知道这段关系一直让你变小，还说服自己再忍一下；你明知道这个圈子价值观不对，还害怕离开后失去归属。6-4告诉我们，当你已经看见黑暗的核心，就不要再用天真替对方找理由。你可以不吵，可以不闹，可以不公开撕破脸，但你的脚步要开始往门外走。这一爻的建议是，离开不一定要轰轰烈烈，有时候最好的离开是安静的撤退，停止投入过多情感，停止分享重要资讯，停止让对方掌握你的弱点，停止把希望寄托在不会改变的人身上。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理解你的离开，你只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6-5爻说，箕子之名夷，利贞。箕子是商朝贤臣，面对众王昏暴，他知道直接觐见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，所以选择装疯以保存自己。这不是没有智慧，这是最高级的明夷之道。6-5讲的是，在极度黑暗的权力中心，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藏明。你心里很清楚，但外表不一定要表现得很清楚。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每一句都要说出来。你有能力，但不一定在危险的人面前展示全部能力。这对现代人非常重要，尤其在职场、家族、政治性很强的组织、利益复杂的合作关系中，有时候太早表现自己反而会被嫉妒，太快讲真话反而会被围攻，太明显站队反而会被卷入斗争。箕子之名夷，不是教你虚伪，而是教你在不能改变大局时，先保全自己。你的清醒不需要拿来取悦别人，你的能力不需要拿来证明给敌人看，你的正直也不必每一次都用自我牺牲来表达。这一爻的建议是，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，要懂得低调，不要跟不讲理的人争书文，不要在危险的环境里暴露底牌，不要把自己的全部想法都交给不值得信任的人。你可以外表柔顺，内心坚定；你可以暂时沉默，但心里有数；你可以不正面冲撞，但一步一步准备未来的出口。真正的光明有时候不是照亮全场，而是在黑暗里不熄灭。上6爻说，不明晦，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这是明夷卦最后的警告。原本高高在上，像登上天空一样，后来却坠入地下。这讲的是黑暗者的结局，也是失去光明者的命运。一个人如果本来有地位、有权利、有能力，却选择遮蔽光明、压制真相、伤害正直的人，最后一定会从高处跌落。因为黑暗可以暂时得势，但不能永远得势；荒言可以暂时遮住光，但不能让太阳消失。这一爻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身处高位，或者手中有资源、有影响力时，千万不要变成那个伤害光明的人。有些人年轻时被打压，所以成功后更懂得照顾后辈，但也有些人被打压后成功了，反而用同样方式打压别人。这就是上6的危险。如果你是主管，不要害怕比你有才华的人；如果你是父母，不要用权威压住孩子的光；如果你是老师，不要用标准答案压住学生的创造力；如果你在关系中比较强势，不要把对方的沉默当成你永远正确。上6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最大的危险不是没有光，而是自己主动选择不明，选择昏暗，选择压制别人的光。这样的人刚开始可能看起来很成功，最后却会失去人心，失去信任，失去位置。所以明夷卦不只是在教受伤的人如何活下来，也是在警告掌权的人不要成为黑暗本身。
如果把六爻串起来看，明夷卦其实是一条人在黑暗中自保、求生、看清、撤退、守正，最后等待黑暗崩解的路线。初九是刚受伤时，要先降低高度，不要硬飞。六二是受伤但还能救，要赶快寻找有力支援。九三是找到问题核心，但不可急躁，要有策略。六四是看见黑暗的真心，就要开始离开。六五是身在黑暗中心，要藏明守正，保全自己。上六是黑暗走到极端，最后必然坠落。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人生吗？当你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，第一阶段你会感觉不对劲，但还说不清楚。第二阶段你开始受伤，需要帮助。第三阶段你看见问题核心，想要处理。第四阶段你终于明白，有些地方不值得留。第五阶段你学会低调保护自己，不再把真心交给错的人。最后你会发现，那些靠黑暗维持的关系、制度、权利，终究会自己崩坏。明夷卦最想告诉我们的是，人生遇到黑暗，不代表你的光错了，很多时候是环境暂时不配承受你的光。所以当你被误解时，不要急着向所有人证明自己；当你被打压时，不要把全部力气花在怨恨上；当你看见不公平时，不要只靠冲动行动；当你想离开时，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怀疑自己；当你必须沉默时，也不要以为沉默就是失败。只要你的心没有跟着黑暗一起变黑，只要你的价值没有被扭曲，只要你还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你的光就还在。明夷不是叫我们永远忍耐，而是叫我们分清楚什么时候该忍，什么时候该走，什么时候该求救，什么时候该等待，什么时候该保留底牌，什么时候该让真相在最有力量的时刻出现。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发光给别人看，而是即使在不能发光的日子里，也没有忘记自己本来是光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明夷的处境，觉得自己被压住、被误解、被消耗、被看清，请你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也许现在不是你大放光芒的时候，而是你保存力量、整理退路、看清人心、等待转机的时候。你可以低调，但不要失去方向；你可以沉默，但不要欺骗自己；你可以暂时退让，但不要把尊严交出去；你可以藏起光芒，但不要让光熄灭。因为地再厚，也不可能永远压住火；黑夜再长，也不可能永远不天亮。明夷之后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人，不是最会逞强的人，而是最懂得在黑暗中守住自己的人。你曾经有过这种明明看得很清楚，却不能说破；明明很有能力，却只能暂时低调；明明受了委屈，却只能先保护自己的明夷时刻吗？如果有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许你的经验正好能成为另一个正在黑暗里的人，继续守住那一点光的